在这个数字说话的世界里，这个倒霉的男人算是一股清流，他被无情拒绝了999次，坚定的意志却一点没被磨平，依旧坚持不懈地追求爱情。在最平常不过的一天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玩偶，试着走进泡脚的洋菜，周围的女孩们纷纷尖叫逃开。男人说自己饿了整整1周，试图趁机占点便宜。洋菜立刻给了他一个教训，表现出绝不妥协的姿态。男人好像并不在意被拒，又一次出现在洋菜面前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，哭得眼泪汪汪。洋菜只好又出手制止，这次是直接的肘击，他赶紧逃离了现场。在一场追逐戏中，男人还在后头紧追不舍，大声嚷嚷要赚钱养家，整个情节荒唐不已。突如其来，男人被不知名的力量击飞，转到2个女主角身上，奈奈与被击飞的李希特，他们一起经营一栋酒吧。为了补偿洋菜的委屈，奈奈决定请他吃晚饭。李希特想凑热闹蹭饭，结果被奈奈打了个正着，让洋菜忍不住笑了。得知洋菜曾与母亲远走他乡，他的母亲被神秘力量吞没，奈奈向洋菜解释道，这世界被数字所控，人人背负着数字的义务。奈奈的数字是77，代表客人称赞的次数；洋菜的数字是441，证明他走过了4万里。他在找寻传说中的王，那个带白星的英雄。故事里有个迷茫的李希特，在女孩们笑声中显得滑稽。奈奈还在向洋菜讲述这个数字支配的王国，提到数字变成0的后果会被叫阿比斯的力量给吞了。这个国家里头，数字低的就得听数字高的摆布，身份地位全看数字多寡。洋菜的绝活是走过的路程能变成数字加分，走100公里能加1分。他得找到那个击坠王。奈奈却说这小镇上从没听过有什么击坠王。洋菜有点泄气，决定走人去找别的线索。故事来了个突然的转折，一个自称击坠王的男的出现了。洋菜兴奋地以为这就是他找了5年的人。男的请洋菜去军营，对他挺满意的样子。剧情又一变，男的突然对洋菜动手，因为洋菜拿出了个数字球，持有数字球在这国家是违法的。当知道洋菜不是数字球主人时，击坠王居然想霸占那数字球。击坠王一刀劈沙发为2半，洋菜脑子里一片迷糊，不懂击坠王为啥要动他。看着凶巴巴的击坠王，他想起奈奈说过的话，用他的分让击坠王不敢对他动手。击坠王收起刀，他真得不能违背协议，但身为军人的他能挑战星夺战，这特权是军人的。双方把分数拿出来决一胜负，他也能不听协议的。进退维谷的洋菜只好答应，然后地上冒出黑色的阿比斯，击坠王一拳打洋菜小腹，抓着洋菜窗外一扔，细皮嫩肉的洋菜怎么是对手？黑手就把洋菜的分数摘了给了击坠王。洋菜的分数剩1分，他说只要洋菜交出数字球做他的人，就不追究了，要不然就来场争夺战。洋菜追问，你不就是传说里的击坠王吗？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儿呢？男的哈哈大笑，那啥废弃战争300年前的就是了，击坠王活那么久也不可能吧？他脸上的白星星不过是个贴纸罢了。洋菜那会儿好像信念崩了，看着妈妈留下的数字球，心里那个疼啊。进来的人是李希特，他说要替洋菜打星夺战。当李希特亮出手上的-999的分数，男的觉得自己脑袋被侮辱了，他一挥刀就开打。男的把洋菜一推，然后变成理发师，开始给李希特剪发。这时候后面的兵也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分数0了就得被阿比斯吃掉，可李希特分负999了还好好的，说明他身上有啥能抵消分数的。男的这才醒悟，被砍烂的玩偶里头露出一把巨剑，他脸上的假面一点点碎掉。李希特慢慢拔出长剑，那白星星亮晶晶，分数有5700。手拿等身巨剑的击坠王是个硬茬，那眼神一个劲儿让人胆寒。下属这么没用，男的气得直骂击坠王300年前的人活到现在也太扯了，他不过是在吓人。士兵们听着也觉得对，就一窝蜂上去想干掉李希特，但李希特站原地一下没影了，3个士兵白忙一场。正当他们懵逼的功夫，地上突然多了个脚印，那冲击波直接把士兵轰飞了。李希特出现在男的背后，轻轻一踩，男的就飞到城墙上了。这还只是李希特走路的样子。李希特往男的那边走，男的像挨了无形巴掌一样，然后那长达40米的剑向男的劈去。这阵势一看，奈奈也知道是李希特出手，男的气急败坏想干掉李希特，接着就向李希特发起攻击。可他那最得意的快刀，连李希特的一根汗毛都碰不到。李希特的速度早就突破了音障，所以他才有个绰号叫闪电击坠王。至于手上的负999分，其实是他疯狂甩妹的记录。李希特一跳像是装了火箭助推器似的，一眨眼功夫就窜到了大气边缘。洋菜看到李希特跳得这么高，心里就打定主意他肯定是击坠王，他暗下决心回头一定要请他大吃一顿。李希特使出了天女散花的绝技，剑光如陨星坠地直劈那男的，那男的脸都快被打成肉饼了。这么强的李希特站在面前，那男的只能乖乖认输。阿比斯闻言走上前去，把男的分数都转给了洋菜。洋菜这才确认找到了真正的击坠王。回想起这5年吃的苦头，洋菜感动的眼泪哗哗的。洋菜还沉浸在感动中，李希特却走上前一把抢走了他的数字球。
他冷冷地说这东西能值不少钱，然后扔给杨菜一个玩偶就闪人了。杨菜一个人默默回到了小镇。听完杨菜讲述的经历，奈奈拿着那个玩偶递给杨菜，叫他好好瞧瞧。奈奈告诉杨菜，拿着数字球可是大罪，李希特那样做无非是让军队以为数字球在他手里，这样杨菜就免了被追捕的命运。这会儿李希特准备撤了，身份暴露的他再也不能留在这儿。知道真相的杨菜急忙追出去，他只想好好请李希特吃一顿表达谢意。一戴上面具，李希特的分数立马变成了-1000。杨菜这边很快就被士兵给盯上了，士兵却说他们对他的数字球不感冒，还得感谢杨菜，多亏了他们才锁定了击坠王的位置。士兵立刻掏出蓝牙耳机，向真正的上司汇报发现了闪电击坠王，女孩子居然要跟刚认识的人去约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情侣间的那点事儿他们准备全套来一遍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希特自嘲长得太丑，有过1000个女生给他的拒绝，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体验一次约会。零的分数其实是帮助别人的次数统计，所以伙伴们鼓励他和李希特出去约会一次。零说自己约会还是头一遭，好在伙伴们带了恋爱攻略，照书上的步骤，先是要从牵手做起。零虽然脸红，但最终还是伸出了手。李希特一看立刻就上钩了，分数果然涨了那么一丢丢。下一步找个景色美的地方，两人分享一杯饮料。零心里其实很排斥，伙伴在旁边安慰说只是喝口公用的果汁。虽然上一步有点小波折，但3个人很快就到了一个破旧的木桥上，体验约会的那种心跳感觉。木桥晃来晃去的，李希特趁机假装害怕抱住了零。零一回头就看到自己的伙伴在帮李希特出主意，还竖了个大拇指。李希特希望能和零更亲近些，结果零一躲闪木板就断了，差点掉下去，幸好李希特及时抓住了他。零看着傻乎乎的李希特，觉得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零没办法，只能同意再多待一会。下一步是依偎在他膝盖上，零的分数又涨了，看来动作越亲密，分数涨得越快。李希特两眼放光，巴不得一顿猛操作，零的分数瞬间就上去了。这一幕让旁边的伙伴激动得鼻血直流，下一步就该乘胜追击了。可是伙伴突然摆手不干了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李希特的真实身份，分数-1000，还没被阿比斯吞没，这说明他是非法持有者，也就是通缉犯。这时候零才恍然大悟，结果李希特已经把佩剑给顺走了。他一冲上去，一脚直接把树给踢横了，因为他练的是那种腿功太逆天了，连环足腿就往李希特身上招呼。旁边的小伙伴眼睛都看直了，这么好的姑娘要哪儿找去呢？还他妈的名字都快起好了。零一睁眼，李希特人影都没了。同时呢，小镇上奈奈家酒馆进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看他们那架势不是来消费的。中尉直接就问李希特哪去了，奈奈搪塞说自己也不清楚。李希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中尉就威胁奈奈最好实话实说。奈奈为了自己安全，只得说李希特朝东边去了。中尉领着人马直奔西边。你说这男的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能玩转铁片儿，就连老大李希特都得挨揍。林带着人追李希特去了，看到李希特那副帅气的模样，林忍不住脸红了，气氛突然就怪起来了。然后就看到中尉带着10万铁骑杀过来，士兵们把林和李希特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中尉不听林的解释，说你要是再装，我直接就捅了你啊！中尉马上就下命令攻击，根本不在乎林会不会出事。李希特用个汤勺挡下了攻击，汤勺一下子就裂了，里面藏着把锋利的长剑，接着一剑斩断士兵的长枪。这时中尉走上前说让他来，他也有数字球的力量，控铁的本领也是数字球给的。李希特本不想动手，虽然他们都有数字球，但分数差距不是盖的。李希特有着5700分，中尉才900分，打起来根本没得比。中尉没吱声，直接开始攻击，地底下铁刺不停地冒出来攻击李希特。李希特也开始不耐烦了，速度快得像离弦的箭，转眼间就打算溜之大吉。中尉看着觉得他真是没劲，然后就堵在了李希特面前，嘲笑到这点速度我也不在话下。他手上举起个巨无霸，铁棍子狠狠地把李希特砸下去。李希特这才恍然大悟，这哥们怎么这么精准，分数肯定不止那900。看中尉把手上的贴纸一撕，那12500的分数亮瞎眼，原来他为了自己的信念和抓坏人，一直藏着掖着自己的实力，他才不想升官成个只指挥的大佬。面对中尉的恐怖分数，李希特也觉得有点悬。为躲开中尉这一轮猛攻，李希特只好拼了速度，确保他跑得他追不着，然后寻机会偷袭。中尉却像鬼魅一样闪到他背后，地上的铁柱子一冒，李希特手中的兵器就没了。他直接吐槽李希特慢得跟乌龟似的，然后2个人就准备贴脸打架。中尉惊奇地看到李希特使出的招式和他如出一辙，2个人你来我往不停，最后还是中尉稍微强了那么一点点。他接到掉下来的剑又还给李希特，嘲笑着说李希特的闪电剑也就那么回事，来尝尝我这一招行不行？李希特使出的是天外飞剑，中尉能不能挡得住这一招呢？一蹦3丈高直奔云霄，李希特准备把剑从天上砍下来。中尉分析了一番，发现他根本不会飞，接着就开始往李希特身上砸铁块，剑却斩不断这些铁块，这就导致李希特攒不满攻击力。就在他快掉回地面的时候，中尉的大铁棒一棍子端走了他，然后李希特就被五花大绑。
中尉一头雾水，刚才那一场肉搏战全是军队招数，可他听都没听过。为了抓李希特，上头用尽了所有手段。他挺好奇的，李希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李希特就装傻充愣，一句不吭。中尉的手一挥，铁链长鞭就出现了，看样子是准备对李希特来个审判。可这时候小林突然冲上前挡在前面，他心里认定李希特是个好人。中尉看这情形也就没再继续，反而开始教育小林，作为军人不专心抓罪犯，居然跑去派传单做志愿活动，和平就能让军人的责任置之不理了吗？小林也觉得中尉讲的在理。小林正准备道歉呢，李希特却插了一脚，他跟中尉说，我其实不是斩不断你的铁，这是因为小林不愿看到小镇遭破坏。中尉一听，二话不说便出了铁拳，直接上前和李希特硬碰硬，冲击之下周围土地都裂了开。李希特澄清说，并不是因为和平才偷懒，其实是小林的缘故，正是因为他小镇才和平。他要求中尉向小林道歉，小林听了直接感动的不行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两人的交锋搞得山崖都塌了，中尉立马停手，转身准备去救小林，不料李希特的速度更快，他直接超过了中尉。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，哪个女孩不动心？气氛已经一触即发，李希特却突然这么一说。这时候中尉也追了上来，李希特见状就把小林交给了中尉，自己挥手一笑，转身就走。中尉借着铁棍几个跳跃就落地了，现场气氛挺尴尬。中尉捡起地上的传单，想起李希特的话，他随手一挥，空地上突然就多了个游乐场。他知道这些铁不持久，只给小林3天时间快建游乐场。小林乐坏了，赶紧组织人手。这时中尉看着自己的分数少了一点点，想到刚才那一幕，李希特的速度确实比自己快多了。李希特最后都没全力以赴，信念岌岌可危。女孩一见面就准备给李希特做体检，因为不久前的那一幕，李希特救她时腾空而起。李希特解释说，他只是跳得比较高，那种场合下的李希特仿佛要冲上云霄。女孩梦想造出真正能飞的飞机，曾漂泊不定的李希特遇上了找他的杨菜。杨菜为了实现请他吃饭的约定，带着个饭盒赶来。他们约在草坪上，忽然一架飞机划过天际，女孩正驾驶着试验机试飞，却直冲着峡谷。女孩以为自己飞成功了，结果飞机一失稳就往下坠。幸亏李希特速度惊人，及时赶到。女孩睁眼发现自己悬在半空，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景象。一落地，女孩就扑向了李希特。她认定李希特能飞，觉得他的身体一定与众不同。李希特解释说，他其实只是跳得远。然后女孩拉他起来，坚持要带李希特回自己家。事实并非如人们所想，女孩只是想展示她的另一架实验飞机。这架飞机怎么也飞不起来。李希特审视着设计图纸，告诉女孩，在这片大陆，飞行研究被严格禁止，一旦被抓就是死罪。女孩说她已经了然，但为梦想冒险值得，有了梦想才有生命的意义，如果放弃梦想，那就如同死了一样。女孩这么一说，李希特拿起笔在图纸上画出一个平衡翼。女孩恍然大悟，没想到李希特还懂飞机设计。女孩驱他们出门，决定立刻动手改造飞机。女孩很快就完成了改造。李希特一眼就看出来军队的人马上就到，二话不说拔剑就对那飞机狠狠一顿破坏。噼啪作响之后，就只剩一地的碎片。正好这时候军队的人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是接到别人告密的，说这儿有人偷偷搞飞行实验。女孩边说边指着那一堆废铁，她解释说她只是在修个坏掉的风车。太阳下山了，军队的人才不情不愿的走了。杨菜乐观的说，飞机坏了就再造一架呗，大伙都会来帮忙的。女孩却摇头说，这回就算了。她露出胳膊上的点数给大家看，原本还剩一点的技术现在变成0了。脚下的阿比斯像是要吞噬她似的出现了，谁知女孩的点数是她梦想成真的次数。最开始她有10点，结果之前已经失败了9次了，这次是最后一次尝试了。虽说这次连飞都没飞上去，但她心里清清楚楚这架能飞。杨菜急着想去救女孩，结果还没靠近就被一只黑手给打飞了，那黑手还不停地攻击着杨菜。李希特挺身而出，长剑挡在前方，一剑下去，黑手被砍成了2截。杨菜还想冲上前去，却被李希特给一把拦住了。女孩那边倒是看起来挺轻松的，她说被阿比斯吞了也不一定就完了，说不定到了下面她能在那实现她的飞行梦。她脸上一点被阿比斯吞的害怕都没有，地面恢复了平静，女孩也平安无事。李希特累得坐在地上喘气，中尉摘下了他的眼镜，这是他第一次做出违背自己信念的事。不久前有个小镇突然就灭了，10几万人里就剩1个人活下来。那唯一的幸存者说，那天地震突然来袭，一个湖泊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深渊，从那深渊里冒出了个恶魔，他不仅能飞，还能喷出火球。中尉其实并不信有什么恶魔，他觉得那应该是用火的非法持有者，不过能飞的人他还真没听说过。于是中尉找到了李希特，想要请教1、2，两人一见面就势如水火。
这时候，小黄毛慌慌张张跑过来，他告诉大家，小镇这边也出现了个深渊，一个广场突然变成了个看不见底的大洞。中尉立刻命令居民快快撤离，士兵们则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李希特倚在洞边，好像听见了啥，然后他站起身，让中尉赶紧撤走所有人，士兵也包括在内。中尉紧紧抓着他的衣服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内情。就在这时候，那洞里的恶魔要爬出来了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那士兵口中的恶魔竟然是架战斗机。众人还没回过神来，那黑不溜秋的枪管已经瞄准了他们。中尉连忙照出一堵铁墙挡在前面，直升机突然翻个身，又绕回来往广场发了一导弹。中尉的铁墙被轰得粉碎，但好消息是大家都安然无恙。李希特说现场接下来由他来指挥。中尉紧抓住李希特说，我才是这儿的头。然后李希特展示了他的军衔。这时直升机又发射了导弹，导弹直奔洋菜而去。李希特突然出现，一剑就把导弹劈成了两段，地上突然冒出许多黑手。黑手想攻击直升机，但是够不到，反倒是把冲上去的李希特打了回来。中尉说那黑手是元老院的，他会攻击接近他的所有人。这事儿连军队都束手无策，因为打元老院的人是死罪。这时候的李希特一次又一次冲上去，又一次被黑手打回来。中尉摘下了他的眼镜，然后召唤了铁柱攻击元老院。这时小林也明白了中尉的意图，他说自己也突然看不见了。士兵们也举起长矛向元老院成员进攻。青光眼老花眼是不是瞧不清楚了？李希特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借着铁块的掩护迅速靠近了飞机。正当他准备把飞机斩为两段时，却迟疑了。中尉一下子跳过来质问为啥不下手。就在这时候，天上子弹呼啦啦飞过来，把那直升机给打回深渊去了。两人抬起头望向高空，是个武装到牙齿的少女。李希特的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厉害呀？散发出来的杀气仿佛能穿透云霄。与此同时，他长剑上的数字也疯狂涨。就在一瞬间，李希特被圆圆枪口顶着脑袋。这会儿中尉追问圆圆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谁知圆圆二话没说就给了中尉一枪。他是那个名震四方的追击击坠王，他希望李希特能回到从前。以李希特现在的能力，根本打不过圆圆。转眼间，他就被圆圆那追踪子弹射回地上。此刻杨菜他们也被一堆特务打扮的人用枪顶在头上。李希特被两个特务按在地上，还有个特务把小孩拎在他眼前。除非李希特回到以前的队长模样，不然这帮人都得被圆圆干掉。圆圆回头一看，李希特已经不知去向，地上只剩下小孩和一地血迹。为了救大伙，李希特就回归了以前的队长身份。然后他走到圆圆面前，决斗的氛围得营造起来。紧接着两人打起来了。可是杨菜发现圆圆的分数怎么有，李希特猜。李希特很快就挨了子弹。旁边小黄毛看着都不着急，因为之前李希特和中尉打架时，两人分数差了1倍多，结果李希特和中尉还是不分上下，这表明李希特一直在藏着掖着。话音未落，李希特站起身子进入了狂暴状态，他浑身散发出的杀气冲天。这时候李希特的分数像开挂似的疯涨，最后涨到了分。圆圆看到李希特这变化挺高兴，正想瞄准他，结果李希特又没影了。圆圆这下慌了，面对又出现的队长，他毫不犹豫开了枪。子弹的速度追都追不上李希特的速度，子弹的全部被他一刀两断。李希特一转身来到圆圆背后，一股剑气横扫，圆圆勉强稳住了身形。李希特再一次仰头长啸，他身上的红杀气变成了紫色。现在的李希特人格全无，全被修美鲁曼的人格占据了。李希特此刻已经成了个只知杀戮的怪物。圆圆最后还是被李希特一剑砸回了地上，手里的分数回落到了分。奈奈看出来了，圆圆是激发了潜能，但交换的是被其他人格左右。这会儿的圆圆也恢复原样了，他看着自己搞的破坏，心里悔不当初。李希特已经走到他跟前了，此刻的李希特已经疯了，他眼里只剩下消灭对手，正准备举手结束圆圆。这时那个诈护中尉赶到了，他酷酷的戴上眼镜，准备跟李希特开战。刀光密布，重伤的他挡都挡不住，还好圆圆一把扑倒中尉，躲过了这一刀。圆圆一边道歉一边帮中尉。李希特又发起了攻势，中尉伸手拧出了块小铁片，这块铁片挡住了李希特的进攻。中尉说这铁代表他的信念，以前的李希特还能对他的铁做文章，但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有信念，斩不断他的铁。然后铁柱出现了，把他给震飞了。中尉展示了12000的手套，然后又换上了45000的手套。他召唤出了钢铁巨兽。这状态的李希特根本就不是中尉的对手，几招之内就被一拳打飞。中尉又是一拳把他打倒。被打败了的李希特终于醒悟，他含泪向大家道歉。这时候中尉也因失血过多倒下了。事后他们几个都受到了元老议会的打压。中尉现在已经到王都见总司令了。一听说中尉跟李希特动手了，司令满脸关切地凑上去要跟中尉亲近。原来中尉是被司令收养的孤儿啊，他们俩就像亲父子一样亲。中尉接着向司令汇报，说是遇上了身穿黑色军装的家伙，
那帮人自称是阿尔西亚的士兵，可中尉说他头一回见这样的军装，而且手里拿着一些古怪的武器，想要害百姓。司令说这是不在他的管辖之内。虽说他也是个司令，但上面还有比他更大的官，是元帅府的特别队伍，负责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。至于李希特那疯长的分数，司令说那玩意是数字球的仿制品，说是300年前的某场废弃战争里有7个人改造成了击坠王，这帮人后来就加入战场，成了一支打不败的小队。李希特就是这支无敌小队的队长呢。接下来司令紧紧握住了中尉的手，不撒谎也算是中尉坚持的信念。司令质问中尉是不是藏了李希特，中尉回到自己的小屋，静静地看着被绑成木乃伊的李希特不出声。此刻的李希特也明白中尉是来抓他的，因为攻击元老议会的事情暴露了，只要抓回李希特，就能确保手下的士兵安全。大家都赶紧上前劝说，结果全被中尉用铁块给绑住了。中尉一把就要把李希特带回去，就在这关头，奈奈突然走上前给了中尉一个耳光，然后跟中尉讲了一顿理。接着奈奈化身为击坠王，他是掌控时机的击坠王，有着穿梭时空的能力，准备把中尉他们送回300年前，想让他们亲眼看清真相，希望通过他们能改变一些未来。光芒一闪，他们就来到了300年前的大街，正好碰上了那时候的圆圆和李希特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他们也就跟着去参加军人选拔了。在等待的时候，穿越过来的伙计们跟当地的恶霸道安起了冲突。中尉正想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一抬手却发现自己啥本事都没了，正发呆间就被道安结结实实揍了一拳。道安还想再来，却被一旁的石峰给拦住了。石峰看他这样子欺软怕硬，就看不下去。中尉一听这话，火就不打一处来，这下和石峰正面刚起来。幸好教官一到，就把局面给控制住了。修美鲁曼慢悠悠地走到讲台前坐下，然后翻开手里的连环画，当众讲起龟兔赛跑的故事。下面的人都在嘲笑，咱们又不是小屁孩，竟然跟我们讲这个。旁边的杨菜被吓得腿软坐地上了，大厅里的人都乱成一锅粥，一个个往外跑。教官又高声喝道：静一静，跑的都得死。然后教官就把枪口对准了杨菜。军队里哭哭啼啼的废物不需要，中尉他们想冲上去救人，反倒是教官拿杨菜的命来威胁，不许动。石峰趁机偷袭，一刀就把教官的枪砍飞了。石峰接着发起攻击，正面硬刚哪是教官的对手，一脚就被踢翻在地。还有冲上来帮忙的中尉也被打趴下。教官枪口一转，准备就要开枪，修美鲁曼出口就说用树枝也杀不死我，教李希特如何才能扭断他的脖子，还要求李希特亲手做这事，要是犹豫，在场的人都得死。想救人不得不杀人，李希特却不干这善良的举动，大家都断定这个人就是李希特。修美鲁曼站起来说：那我来亲手了结你。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让人都觉得喘不上气，这杀气比李希特生气时强多了。粉毛教官这时喊了停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个考验，子弹只是个红色的小惊喜。就这么着，他们被分到了各自的班。这天小黄毛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带着伙伴们直奔资料室。小黄毛短时间内就对这个世界的电脑了如指掌，可他想继续挖掘就被限制了权限。这时黑毛教官出现在门口，他跟大家说起上一场人类几乎自我毁灭的大战，他像从天而降的一样，来历成谜无人知晓。他是技术力量的顶峰，有着必须得执行的强制力量，人们把他称作元老议会，把他当成了启示。狂热过后，他们做出了第一个决定，放弃核能量，禁绝所有战争行动，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。本来大家都以为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件好事，直到黑毛教官突然没再说下去，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他们一直认为元老议会是阿尔西亚的创造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元老议会300年前就出现了。看来这场被废弃的战争才是一切的开端，阿尔西亚的秘密肯定藏在这儿。校长打开了办公室密室的大门，却没注意到中尉也悄悄溜了进来。中尉感觉这个军校将诞生未来的击坠王，校长修美鲁曼绝非等闲之辈。自天而降的时候，修美鲁曼就说过，想从这军校毕业的方法，每个人刚来都会有2颗星星，收集满10颗才能毕业。获得星星不单是靠奖励，还得抢别人手里的星星，而且还得势。双方公平对决，赌上所有星星，这不就跟阿尔西亚的争夺战一样吗？原来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成了军人就得上战场杀敌，大家也是无奈，谁愿意成为杀人的凶手呢？可家里总归是有亲人的，只有成为军人，家人才能免于饥饿。战争终结后，元老议会面临的就是这个局面，人多了，资源自然就紧张了。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希特出来说这种事真的能办到吗？修美鲁曼跟众人解释，只要力量差距够大就行。这事儿虽然难，但修美鲁曼有把握让大家达到那个水准。修美鲁曼这番话给大伙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大家听后都激动起来了。这样一来，既不用打仗，家人也能免于挨饿。修美鲁曼推开他办公室的密道走了进去，中尉紧跟着进去了，发现他们在搞实验。粉毛教官说实验可以开始，实验的小白鼠竟把同类都给干掉了。然后他掏出了一个数字球，数字球一出，小白鼠眼睛一亮，小白鼠看到球眼睛直放光。中尉看得目瞪口呆，修美鲁曼怎么会有这本事？黑毛教官这时候开门出来了，
走廊上却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这边中尉已经被奈奈领到了房间里，奈奈的本领让中尉大吃一惊。奈奈说未来的自己给他留了封信，信里说将来会有人从未来来到这儿，他还给中尉留了张内存卡。说到修美鲁曼的本事，奈奈说他能跟元老议会同步基因，修美鲁曼不用数字球都能得到议会的力量。修美鲁曼在想，如果能取他的 DNA 给别人，是不是也能让别人有同样的力量？修美鲁曼试图从议会那儿获取力量，他想着用自己的 DNA 让别人也变强。修美鲁曼决定试试看，他尝试将自己的 DNA 植入别人体内，这么一来他就可以让别人也变得强大。于是他就开始用一些孩子做实验，可惜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没能适应，实验中所有孩子都排斥了，只有奈奈扛过了实验。中尉想带奈奈一起走，奈奈却不肯，他说那样会让未来变得太不确定。中尉只好独自离开。回去的路上并不平顺，中尉碰上了黑毛教官。教官早就知道中尉是军人，他警惕地追问中尉到底哪个国家的。中尉只说他们是从未来穿越来的。教官打算带队伙参加特训，教官领着伙计们到市中心街头，还没搞明白呢，他就被一帮拿着家伙的市民围住了。他们只是想抢军人的口粮。教官跟他们说，现在人太多，食物不够吃，每天饿死好几百个人。最后在教官开枪吓唬的情况下，市民们都各自逃了。然后他跟伙计们说这世界没救了。接着他说咱们得想办法改变，要是想不出招儿来，就别添乱我们的行动。伙计们商量半天也没啥主意。阿尔西亚是战后建立的，要是里希特没成为击坠王，那战争就赢不了，那阿尔西亚的未来也不存在了，阿尔西亚的人民也不会有了。为了救里希特，他们不能牺牲整个阿尔西亚，他们改变不了啥。所谓的废弃战争，不是因为资源剩的不多，而是为了减少人太多，这就是废弃人的战争。可是2天后，坏消息传来了，不得不把击坠王计划提前了。根据间谍临死前传回的情报，其他几个数字球的国家已经通过元老院的表决了，他们把战争的日子提前了，咱们却一点风声都没接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粉毛教官认为得立刻启动击坠王计划。修美鲁曼心里不忍，但现在别无选择。粉毛教官说 DNA 比对的结果显示里希特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里希特了解了所有的前因后果后，为了他心中的不杀之君，他决定接受这次手术。可手术做着做着出岔子了，这也让里希特注射了过量的修美鲁曼基因。成为击坠王有多牛逼，子弹在他眼里简直就是静止的，空中的战斗机也是转眼就能干掉。才刚刚里希特动了击坠王手术，开始一切都挺顺的，偏偏这时候闹出岔子。远方忽然冒出一架敌军战机，直接轰炸学校。这时粉毛教官通过对讲机对黑毛教官说，敌人攻击把电力系统搞瘫了，现在手术没法人工停，这么搞下去里希特可能要命悬一线，得马上有人去开备用电源，情况紧急到不行，全班同学都参与抗敌了。黑毛教官决定自己引敌，中尉他们就趁势去弄备用电源。司令那脸上的疤就是这时留的。此刻的里希特已经超亮了，心脏差点停了，好在中尉他们成功弄好备用电源。里希特醒了，一看头发颜色都变了。这时修美鲁曼说有东西给他，这是数字球的刀，复制品能让里希特能力大增，但他现在还用不了，得在上面刻点数。方法简单，喊出点数认证，再说用啥做技术就行，这样他就能认主了。修美鲁曼让里希特慢慢考虑，现在重点是对付眼前敌人。里希特马上去支援，因为还不熟悉能力，结果一闪身就撞墙了。敌人看见里希特突然出现就开枪，但子弹在里希特眼里慢得像蜗牛，他甚至能动子弹。旁人看里希特在子弹雨中毫发无损，这时他终于懂了为啥修美鲁曼之前叫他慢点。里希特一下子变成闪电，空中战斗机一眨眼就被干掉了。光头站起来大笑说，你们说你们是不杀军队的是吧？那我就得给你们上课。就见他们开始解开防弹衣，每个人身上都绑着巨4炸弹，他们一按开关，这地方立马能变成废墟，下秒开关就被里希特给抢了。光头早就料到这一幕，他说他们在学校里埋了核弹，引爆装置藏在他们几个人身上，男主要阻止他们，就得一眼瞬间解决他们。里希特拿着刀的手在颤抖，他请求光头带人撤离，他们杀一个敌人就有1天的粮食，杀100个就能吃1年，还能分点给家里人，只要他们死得光荣，家里的粮食就绝不会少。要是这时候逃了，迟早也得饿死。这世界已经无药可救，人太多了，要活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最后里希特只能出手，所谓的核弹只是个空话。中尉他们身上开始发光，看来穿越的时间点到了。一个人如果杀敌太多，性格会变得多么冷酷。自从里希特成了击坠王，为救火办斩了不少敌人，这会儿他也明白了，战争里怎么可能无伤无亡。于是点数认证就定为以杀敌数来代替同学。为了大家不杀军人的心愿，他决定这罪孽自己背，每杀一个敌人，里希特就被修美鲁曼的杀气占据，他身上的血腥味怎么洗也去不掉。杀敌数1到1万，里希特的笑容就没了。
为了不让大家看见他的脸，李希特就戴上了面具。从那天起，李希特再没当着大家的面摘面具，而班里的同学们不忍心让李希特一个人扛这么多，在大家强烈要求下，又确定了4个击坠王：顺击的击坠王石峰，重击的击坠王道安，圆圆就是追击的那位击坠王，亚兰教官是咱们的暴击击坠王。本想这样一来，李希特就能少受点罪，结果李希特偏偏不让他们上前线，局势慢慢倒向我们这边，教官们就开始着手阿尔西亚计划。别的国家的数字球也被他们抢走，集齐了7颗数字球就可以开会决议，这样他们就强大到可以随意操控自然的法则了。他们还能借此建立梦想中的国度阿尔西亚。这时候的李希特已经没了人性，被沙溢控制时还把圆圆的手给砍了。但即便这样，A班的学生们还是服从李希特的命令。2年后，战争终于是告一段落。修梅鲁曼终于集齐了7颗数字球，借助元老院的力量，在天空3000米高的地方建立了阿尔西亚。他不停地抢夺地面的资源，不给新国家提供资源，地面上没了资源和燃料，飞机根本就飞不起来。这样阿尔西亚也就不怕被攻击了。阿尔西亚的居民全都是从各国挑出来的优秀婴儿，这就能完全抹去原有文明的痕迹，隐藏起阿尔西亚的事实真相。为了避免人口过剩，阿尔西亚实行了计数制，点数归0就会被深渊吞没，送回阿比斯大陆。为了守住秘密，研究飞行技术的人直接判死刑。阿尔西亚人的幸福全建立在剥夺阿比斯人的基础之上，就是为了让少数人活下去，牺牲了大多数人。石峰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强烈反对，他为此冒了大险偷走1颗数字球。亚兰教官打算追出去，粉毛教官却觉得还有更合适的人选，这个人选就是李希特。李希特亲手结束了从小长大的兄弟的生命。这一刻，李希特终于清醒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心跳停止了，他躺了整整20年才再次醒来。而那些 A 班的老同学们为了拯救阿比斯的人民，他们最终在缺乏阿比斯大陆的资源全都枯竭了。那之后呢？李希特和奈奈就脱离了军队。接下来的300年，李希特始终没取下过面具，一直到遇上杨菜。杨菜2天前才回来，一直在找李希特，但李希特始终躲着他，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感情。杨菜也是没辙，只能在树林里布下陷阱来捉李希特。面对这样执着的杨菜，李希特决心告诉他实情。实际上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李希特就认出了杨菜的身份。杨菜的妈妈是李希特的朋友月彩，而他的爸爸正是自己失手杀掉的石峰。杨菜这名字来源于石峰的武器。他透露这些是想让杨菜忘记自己，因为他接下来的行动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挑战。返回营地，看着大家睡着的样子，李希特做出最后的道别，但因为中尉的坚持，他没能昏过去。知道李希特要挑战军部，身为军人的冲尉怎能置身事外？另一方面，修梅鲁曼得到了李希特的动向，他早就准备好了对策，那就是李希特以前的队员，擅长重击的击坠王道安。第2天，奈奈他们醒来，中尉留下的纸条让他们知道李希特去挑战军部了。奈奈连小酒馆都不管了，带着大家急急忙忙往王都赶。这时的李希特已经遭遇到道安，一交手就被道安的重力球击倒。道安的重力控制让李希特展不开速度，原本风光的击坠王竟被道安轻易放倒。奈奈他们到的时候，这儿已经是一片废墟。小黄毛在石头堆里找到了李希特，大家还没来得及悲伤，就被一群持枪的人围了起来。道安带着他们进了一间房，他追问圆圆的去向，3人摇头说不清楚。醒来时，圆圆就不见了。正当此刻，特务被另一名特务阻止，因为修梅鲁曼到场了。重逢的修梅鲁曼，杨菜忍不住追问为何背叛同学，而小林因为一声老师的称呼，就被特务枪口逼嘴。修梅鲁曼说，从第1天起，选举已经开始，不杀军人只是选拔考试。修梅鲁曼命令把他们变成击坠王，特务手里拿着新药走来，这药无视基因，合适不合适都能改造。道安却因此不快，让没经历战争的成为击坠王。道安很是不服，道安觉得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击坠王。2个特务也被道安杀了。道安释放了3人，让他们快走，别犹豫。杨菜正要拿起他的拐杖准备离开，小布袋却被划开，数字球滚了出来。道安决定还是杀了他们。小黄毛和杨菜死命抱住道安，给小林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杨菜叫小林去找李希特救命，道安紧随其后追赶，操控着地上的石块向小林发射。小林浑身是伤，腹部被穿了个洞，带着重伤逃了出去。道安返回房间，意外遇见了来救人的奈奈，3人被道安抓了起来。如果天亮时李希特不现身，道安就将处死他们。中尉也回到了王都，去见他司令的父亲。秘书说司令身体不适，改天再来找司令吧。中尉一脚踹开了门，门板直接砸在了司令头上。面对这位散漫的司令，中尉严肃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，决定和司令玩一把大的。如果赢了，就要取代司令的位置。可毕竟是司令从小带大的，连一身本事都是司令教的，结果很快就被司令一拳打得吐血。中尉戴上了价值万的手套，召唤出钢铁巨兽。同时，满身伤痕的小林终于艰难地回到了废墟。怎么叫也叫不醒的李希特，忽然他想起那年奈奈说自己在杀了石峰后，心脏曾经停了一下，结果昏睡了整整年。
这么一想，小林立刻开始给李希特做心肺复苏，边做人工呼吸边做心肺复苏。但是心肺复苏的动作让血流的更多了，小林最后累得趴在了李希特身上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发现周围都是小镇上熟悉的面孔，大叔正在给他处理伤口。在蔬菜店老板娘的鼓励声中，小林向李希特倾诉了心声。看着还在昏迷的李希特，老板娘上前给了李希特几巴掌。小林用那一套特殊的心肺复苏技巧，加上老板娘那几巴掌，李希特终于醒了过来。伴随着日出的光辉，道安开始对他们下手，强大的力量把他们压进了土里。忽然一道红光划过天际，是李希特带着小林赶回的。正当道安要出手时，李希特突然喊了停，然后他把小林托付给小黄毛，让他去帮小林处理伤口。小黄毛一脸认真，小黄毛虽然看着小林满身伤痕，但还是答应了。紧接着李希特和杨菜说开了心里话，他说自己喜欢杨菜，但他也是他父亲的仇人。李希特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。杨菜眼里含着泪光，他从没真把李希特当成仇敌，当年的他只是被杀气蒙了心，杀掉石峰绝非他的初衷。最终俩人还是心心相印了。杨菜随即说出了几句大胆的言语，不过这事儿总得按部就班，和杨菜的约定在心，李希特誓言非赢不可。面对食言的李希特，道安恨得牙痒痒，他先是指挥着石头往李希特身上招呼，李希特靠速度一个个躲开，然后迅猛靠近往道安飞去一刀。重力球和剑光斗得难解难分，这时的李希特刚和杨菜心心相印，正力量满满，他靠这股力量压着道安打。正当他想要结束这场仗时，一连串子弹横飞过来，出现的正是之前消失的圆圆。看他那模样，消失前肯定被抓去打了药。李希特面临独占两大高手，道安的重力让李希特没法施展速度，圆圆趁势朝李希特扫射。面对双重打击，李希特艰难防守，每次跳起来就被道安按回地面。就算李希特偶尔逃出重力控制，远距离的子弹还在追着他，再加上道安的重力，子弹速度力道全都加倍，李希特根本躲不开，跳起来很快就被射落。两人的联手让李希特只能在地上硬抗。道安追问李希特为什么背信弃义，两个人原本约好要共同守护辛苦建立的阿尔西亚。奈奈跳出来制止道安，但力不从心的奈奈被轻易打飞，还有动手术的俩人也受了影响。道安的重力让小林动脉血流不止，李希特不想再看着战友牺牲，小林大动脉里的血涌涌而出。中尉闪亮登场，杨菜他们一下子感觉轻松了不少。李希特好奇地盯着中尉，问他为啥要帮忙。中尉淡定地说，不是你让我照看他们的吗？李希特跟道安两个击落王开始拼命对决。自打被司令老头子教训后，中尉也没消停。尽管他现在分数才1点，可面对圆圆3万2的实力还是完全不虚。圆圆那些自称能追踪的子弹，遇到中尉就都绕道走了。中尉嘲笑道，没有信念的子弹怎么可能打中我？中尉一步步逼近的样子，让圆圆不得不拿起备用的小枪。圆圆紧张的手忙脚乱装子弹，这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已经被中尉打垮了，他的攻击对中尉完全没用。中尉一把夺过枪口，枪口对准自己心脏，质问圆圆，你清楚你坚持的是什么吗？圆圆这才惊醒过来，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道安这才发现自己还没动手，圆圆已经输了。其实李希特也不想跟道安动手，他俩原是为了保护大家，如果非要说李希特的保护就是替大家担下一切，那他就得先赢过道安，双方谁也不肯让步。李希特讲起年前的故事，因为注射过量休美鲁曼基因，他就怎么也下不了手伤害孩子。敌人正是抓住了这点，培养成百上千孩子来对付李希特，最后还是道安替李希特出手了。道安心里那段记忆挥之不去，但要是让阿尔西亚毁了，那就等于重演年前的战火。道安不想听李希特啰嗦，释放了自己的绝技，重力球围绕着李希特旋转，李希特跳到半空中躲避。道安早就算准了他会这么做，控制重力球聚成一个巨大的重力黑洞，李希特挣扎着被黑洞吞没，然后他在道安面前化成重力球，道安一手捏碎了那些重力球。这时李希特站在一个陌生的空间，他脚下是数不尽的骷髅，空中飘着7个击坠王的面具，面具们像洗脑一样不停对李希特说话。李希特怎么砍这些面具都砍不碎他们，面具不停地对他灌输各种思想，他一个人的声音怎么敌得过7个？他渐渐想要放弃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见杨菜在叫他的名字，这声音让他想起了当初和杨菜的约定。他又拿起了自己的武器，长刀亮起了金色的光。他想到外面还有人在等他，一起经历过的悲伤、愤怒和欢笑，他一个劲儿的把所有面具都斩碎了。这些面具就象征着他内心的恶魔。地上的骷髅也都开始消失，整个场面终于安静下来。同一时间，道安开始想着要不要对中尉动手。随着骷髅的消失，道安手里的重力球变成了光球，然后就爆炸了。爆炸过后，李希特又回到战场上，生气的道安向他扔了个重力球，李希特直接就把球给砍飞了，然后对着道安就是一拳。道安这下子算是输了，还被李希特说动了心，把之前抢的东西都还回去了，然后就潇洒的走了。事情也就这样告一段落了。同时，受伤的小林在医院醒来，
李希特因为抛下小林被众人责怪，这时候却被小黄毛拿刀逼着，怎么判断手术是否必要呢？杨菜也在那儿，他曾经受过卫生兵的训练，他可能是救治小林的最好人选。李希特却觉得交给杨菜来做太慢了。他想起之前遭特务袭击的事，对小黄毛的身份表示怀疑，但对方看起来只对阿尔西亚的敌人感兴趣。老板娘在找小黄毛，小黄毛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李希特和杨菜上了山，杨菜说要给李希特奖励，让他去生个孩子。中尉突然出现，给了李希特一线生机的感觉。中尉他们找到了李希特，想问问他接下来有啥打算。李希特觉得除了毁灭阿尔西亚，还得有别的办法。他信任人的潜能，觉得大家得团结起来，集中智慧，还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搜集数字球，因为那个修梅鲁曼拿着球太危险了。同时呢，修梅鲁曼也摸清了状况，打算夺权王都。他从司令那里拿回了3个数字球。李希特他们这边也是心里有数，早就备好了应